拿到新加坡 P2 身份就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吗？今年，一名71岁的印尼富商在本地被贪污调查局直接逮捕，高庭随后驳回了他的司法审查申请。他涉嫌卷入印尼一起损失高达 1.9 亿新元的贪腐案。这场抓捕是新印引渡条约生效后的首案，也让不少人看清了本地法治的真实边界。你好，欢迎来到频道。今天我们客观梳理，在新加坡 P2 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跨国富商真的能在这里找到避风港吗？要看懂这起引渡案的分量，我们先回到案件源头。2011到2012年间，印尼推行全国电子身份证项目，这原本是一项利国民生的基础工程，最终演变成涉及 5.9 万亿印尼盾的贪腐案。据印尼官方数据，案件导致国家损失达 2.3 万亿印尼盾，折合大约 1.9 亿新元。这种动摇国家财政的腐败，决定了印尼政府不可能轻易放过涉案人员，哪怕人已逃到海外。案件关键人物之一就是拥有新加坡 PR 身份的坦诺斯。过去本地一直有人认为，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为了吸引外资，会对富商背景采取模糊处理的态度。事实并非如此，这份引渡条约的落地其实来之不易。早在1998年，印尼就开始向新加坡提出引渡条约的构想，双方的谈判拉锯了20多年。因为两国在法律体系、引渡标准以及主权考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间经历了多次停滞与重启。直到最近几年，随着打击跨国犯罪成为全球共识，双方才最终在核心条款上达成一致。历经多年谈判，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引渡条约终于在2024年3月正式生效。这份条约明确涵盖了贪腐、洗钱等31类严重罪行。条约一生效，贪污调查局便迅速采取行动，根据印尼请求逮捕坦诺斯。这不仅标志着两国司法合作进入了实质阶段，填补了长久以来的法律空白，也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新加坡的法律体系绝不是跨国经济犯罪的法外之地。对于生活在本地的我们，了解背后的运作机制，比听信八卦更有价值。抓了人，是否就能马上遣返呢？事情没那么简单。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条约生效了，人也抓了，为什么不直接遣返印尼，反而要拖上几个月甚至几年？这涉及到一个关键的国际法概念，叫做双重犯罪原则。简单来说，印尼要求引渡坦诺斯，其指控的罪名在新加坡法律体系下也必须同样构成犯罪。根据法庭公开资料，坦诺斯被指控在电子身份证项目中涉嫌行贿约550万新元。在新加坡这样严惩贪污的国家，行贿毫无疑问是严重的刑事罪。但这不意味着只要外国政府要人，新加坡就会无条件交人。本地司法体系必须保证程序正义。坦诺斯的律师团队正是抓住这点，向新加坡高庭提出司法审查申请，试图推翻引渡请求。他们通常会从证据充分性、程序合法性等角度进行抗辩。但在2024年5月，高庭正式驳回了坦诺斯的申请。这一裁决很关键，它证明本地法院处理引渡请求时是基于事实、证据和法律条文进行独立审查，而非盲目配合。高庭的驳回说明，印尼提供的初步证据和引渡程序，在新加坡法律看来是站得住脚的。目前，案件正处于引渡聆讯阶段，在接下来的流程中，嫌疑人还可申请人身保护令，或一路向最高法院上诉。法律界人士预计，这类复杂的跨国引渡案，嫌疑人通常会动用顶尖律师团队进行多轮抗辩，整个流程耗时2年以上是正常的。这并不是效率低下，而是法治社会为防止公权力滥用设置的必要程序。新加坡既要履行引渡条约的国际义务，又要维护自身的司法独立。这个平衡点正是通过这套严密的法律程序来实现的。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P2 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到底算什么？除了复杂的法律程序，案件在本地社会引起巨大关注的另一焦点是坦诺斯的新加坡 P2 身份。很多人私信问我，拿到 P2是不是在新加坡就多了一层保护伞？客观地说，这是极大的误区。在新加坡，P2 身份确实赋予你很多切实的利益，
比如可以购买二手祖屋，参与公积金 CPF 体系，享受一定程度的医疗和教育补贴。但请注意，P2 身份本质上只是一种居住和工作许可的延伸，绝对不附带任何形式的司法豁免权。在引渡法和双边条约面前，P2 身份与普通外国人没有区别。如果触犯严重刑事罪行，不仅会被依法引渡或判刑，其 P2 身份也极大概率会被移民与关卡局依法取消。塔诺斯案作为新印引渡条约生效后的首案，意义已超出一个71岁老人的个人命运。长期以来，东盟各国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存在信息壁垒与制度差异。结合前阵子新加坡破获的巨额洗钱案，你能清晰看到一条政策主线：新加坡正全面收紧对跨国非法资金和犯罪人员的容忍度。那起涉案金额高达30亿新元的洗钱大案，同样有部分涉案人员持有本地的各种长期准证，甚至 PR 身份。这两起案件的叠加，促使新加坡政府在审批和复核 PR 身份时，引入了更加严苛的尽职调查机制。现在的移民局不仅会审查申请人的资产规模，更会穿透式的追溯资金的合法来源，以及申请人在海外的商业背景。一旦发现任何涉及洗钱、贪腐或恐怖主义融资的蛛丝马迹，哪怕你已经在本地投资了巨额资产， PR 申请也会被直接拒批，甚至面临刑事调查。作为区域金融枢纽，新加坡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被贴上洗钱中心或贪官避难所的标签。新印引渡条约的落地执行是一次明确的法治宣示，它告诉周边国家和国际投资者，新加坡欢迎合法财富，但拒绝来路不明的黑钱，保护合法财产权，但绝不庇护跨国刑事犯罪。这种透明度和确定性才是新加坡真正吸引跨国企业和高净值人群的关键基础。当法律红线划定，任何身份都无法成为逃避制裁的借口。总结一下，塔诺斯引渡案不仅打破了 P2 身份是免死金牌的社会误区，更向我们完整展示了新加坡法律体系在面对跨国引渡时，如何做到既履行国际承诺，又坚守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对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新加坡、关注本地发展的人来说，看懂这些严肃事件背后的考量，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看待这个国家的治理模式。那么，对于这种耗时可能长达2年以上的引渡审查程序，你认为是过于繁琐，还是保障法治必不可少的程序？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客观理性的分析，请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深度内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